你好，你是不是也想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但总觉得，哎呀，这挑战也太大了？是不是一想到那些汉字啊、声调啊，就觉得有点头疼，甚至想打退堂鼓？哎，对，这个感受其实特别普遍，很多人学中文都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嗯，但好消息是，这绝对不意味着中文就学不好，对，关键还是方法。没错儿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想根据一份来自 Ping Pong Chinese 的材料来深入聊一聊，看看他怎么分析为什么咱们学中文的时候常常觉得这么难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份材料里有没有一些好的策略，能让你的学习过程更顺畅，更高效，甚至更有意思一点儿。是的，就是希望能帮你找到点门路，让你更有信心继续学下去。对，这份材料它分析的挺透彻的，尤其是针对咱们海外的学习者碰到的那些典型的困难点。然后呢，他还给出了不少，挺具体的应对方法。哦，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来梳理梳理，看看这份材料的精华在哪儿，怎么能帮你，就说克服这些障碍，然后把学中文这件事儿比较自然的，对，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去。好，那咱们就先从根儿上找原因吧。很多人啊，确实也花时间了，可为什么学中文的效果就是不太理想呢？材料里说主要有几个原因，对吧？对，他指出了几个核心的，可以说误区吧。第一个就是目标不清晰，目标不清晰。很多人就停留在我想学中文这么一个比较笼统的想法上。但这份材料特别强调，你需要问自己更具体的问题，比如说，你学中文是为了什么？是就想去旅游的时候能点个菜、问个路，嗯哼，还是说你希望能不看字幕就能看懂中文电影？啊，这个要求就高了。对，或者你是不是需要跟中国的同事用中文，比较流利的讨论工作？这几个目标，它的成绩还有你需要投入的精力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点很有意思。就是说，如果目标很模糊，那学习的时候就容易，没方向，没错，碰到点困难，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。就是这个道理。材料里打了个比方，说目标模糊啊，就像在大海里航行，没个指南针，特别容易跑偏。然后呢，那股热情啊，也容易一点点就没了。消耗掉了。对，所以先搞清楚你学中文的具体目的是什么，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，这是你建立一个高效学习路径的第一步啊，它能给你一个看得见的终点线。明白了，目标就是导航仪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？听起来好像跟方法有关系。对，第二个关键原因就是方法不得当。方法不得当。是的，是不是还在用那种死记硬背的老办法？比如说一遍又一遍地抄汉字，但是呢，脱离了具体的用法，抄完可能扭头就忘了，哎，这个我太有体会了。对吧？或者就是抱着个单词表吭哧吭哧背，结果呢，真到要说话的时候，那些词儿它就是蹦不出来。卡壳了。对，这种情况太常见了。确实是。那这种方法，它的问题在哪儿呢？它可能让你短时间记住一点东西，但很难把它变成你真正能用的语言能力。知识没活起来。哦，活起来。对，所以这里就需要反思一下，你现在用的方法是帮你用中文呢，还是仅仅在记中文？这就像你是攒了一堆砖头，还是学会了用这些砖头盖房子，这是两码事儿。这个区分很关键，用和记完全是两个概念。那第三个常见的障碍是什么？我看材料里也提了，对，第三个就是缺乏持续的坚持和合理的耐心。坚持和耐心。是的，学语言这事儿啊，它本质上是个马拉松，它不是百米冲刺，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还有练习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也就是不能指望说，我学1-2个月就能突飞猛进，说的跟母语者一样了。对，这个期望值可能就不太现实。很多人一开始热情特别高，但是呢，遇到平台期了，感觉进步慢了，就容易泄气，想放弃。所以这份材料就提醒咱们，对学习的难度还有需要花的时间，要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预期。学语言真没什么魔法棒，就是得持续的投入，不断的练习。
耐心在这个过程中太重要了，真的。好了，那咱们刚才聊了3个常见的绊脚石：目标不清、方法不对，还有就是缺了点耐心。了解了问题在哪儿，接下来就该说说那到底该怎么办了。这份材料里，我看是提出了3个核心策略，感觉都还挺实在的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策略正好就对着咱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，要明确目标，并且呢，要制定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。怎么明确呢？首先得往深里挖一挖，找到你的内驱力。材料建议问自己3个核心问题。哪3个？第一，你学中文最根本的动机是什么？就是那个 why。为了工作，为了兴趣，还是为了跟家人朋友交流？第二，你希望最终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？就是那个 what。是日常对话没问题就行，还是要能做专业沟通？第三，就是你现实地看能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 ，how much？ 这3个问题好像能帮我们把那个模糊的想学中文变得具体多了。对，也能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。没错，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，你就找到了你的内在驱动力。这个东西在你觉得累了、难了的时候，它就能撑着你往前走。有道理。然后呢，根据这些答案，就到了第2步，分解目标。把那个，比如说我要流利地说中文这种比较大的目标，给它拆开。拆成一系列具体的、能衡量的小目标，一步一步来。分解目标。那比如说呢？材料里有给例子吗？有的。他举了例子，比如短期目标，你可以设成1个月内我要掌握用中文点餐，还有介绍我家里人的基本对话。这个听起来可行，对吧？然后中期目标可以是6个月内我能看懂简单的中文新闻标题，然后用几句话把大概意思说出来。长期目标呢，也许是1年内我能参与一些简单的中文工作讨论。材料里还用了个比喻，挺有意思的，叫把大象装进冰箱。哈哈，这怎么说？就是说，再大的任务，你把它拆成一步一步的小步走，就容易下手了。而且每完成一小步，你就会有成就感，就更有动力往前走。环境有关。对，第2个策略叫做沉浸式学习法。沉浸式？它的核心想法就是，学习不能只在书桌前进行，最好的学习环境其实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。你要主动去创造机会，让中文尽可能多地出现在你的眼睛能看到、耳朵能听到的地方。这个思路好，那具体怎么做呢？材料主要从3个方面来说：听、说、看。听、说、看。对，先说听。他建议你有意识地把一些中文 audio 当成背景音来放，比如说你做饭的时候、上班路上或者健身的时候。放什么呢？可以听中文播客，像咱们参考的这个乒乓 Chinese， 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节目，或者听中文歌、有声书，甚至是简单的儿童故事都行。那要是一开始听不太懂，也没关系吗？没关系，重点是先让你的大脑熟悉中文的那个调调、那个节奏、那个发音。这有点像小孩子学说话在他听懂之前，其实已经听了好多了。潜移默化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可以先从语速慢一点、内容简单一点的开始，慢慢来。这个背景音的方法听起来很实用，压力了不大。那说呢？这个好像是很多人的痛点，怕说错就不敢开口。对，这恰恰是说这部分要强调的核心。别怕犯错，要大胆开口。沟通的效果比你语法是不是100%完美要重要得多。材料就鼓励学习者学语言跟学游泳一样，你不能老在岸上看理论，对吧？得下水去练才行。得实践。那有什么具体的练习方法推荐吗？材料里给了一些，一个呢是自言自语。自言自语？对，你就试试用中文描述你眼前看到的东西，或者你正在做的事儿。比如，这是一杯咖啡，挺香的，或者今天天气不错，就这种简单的。这个好像可以随时随地做。对，第2个呢是找语伴，可以找你认识的朋友练习，或者用一些 App， 像 HelloTalk、Tandem， 上面能找到母语者。每周固定个时间，哪怕就聊个10几20分钟，聊点简单的日常话题就行。找人练。第3个就是利用现在的 AI 工具，比如 ChatGPT 这些，
你可以跟他模拟对话，比如模拟点餐呐、问路啊、做自我介绍啊。这种练习没压力。对，不怕被笑话。是的，关键就是要克服那个心理障碍，张嘴去说。要记住，你学语言是为了交流，只要对方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，这次交流就算成功了。你敢开口，已经成功了一半了，真的。说的太对了，勇气很重要。那沉浸式学习的最后一部分，看又该怎么做呢？看这部分的原则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兴趣导向。对，学你真正感兴趣的中文视觉材料。比如说，你喜欢看电影、电视剧，那就找中文的来看。一开始可以带着字幕看，慢慢的试着去掉字幕。或者你喜欢看漫画、绘本，那也很好，有图画能帮你理解。再或者你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，比如做饭或者篮球，那你就去找这方面的中文博主，或者看中文的体育解说。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。对，用你的兴趣来驱动学习，这样过程会开心很多，也更容易坚持下去。把听、说、看都融进生活里，让中文围绕着你。这个沉浸式策略确实是挺全面的。好，那接下来第3个策略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叫乒乓式思维学习法。乒乓球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哈哈，对，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。他强调的是，学中文就像打乒乓球。你得有来有回，不能光接球不发球，对吧？意思就是输入 input 和输出 output 这两方面得平衡，而且得互动起来。输入和输出的平衡与互动，怎么理解呢？很多学习者的问题就在这儿，他们花特别多的时间去做输入，比如看书啊、听东西啊，但是输出呢，就是说写这方面的练习严重不够。确实是，很多人就是看得多，说得少。对，材料里打了个比方，说这就像你不停地往一个杯子里倒水，但是你从来不喝。哈哈，那水就满了，或者就流掉了。对啊，你知识输入再多，如果你不去用它，它就变不成你自己的东西，没法内化。那怎么加强输出呢？有什么好办法？材料里特别推荐了一个技巧，叫影子跟读法，英文是 shadowing。影子跟读。对，具体怎么做呢？你找一段中文的音频，然后跟着它，几乎是同步的去复述，尽量去模仿它的发音、语调，还有说话的那个节奏。就像个影子一样跟着说。没错，这个方法对于提升你的口语流利度，还有发音的地道性，效果特别好。而且你在模仿的过程中，其实也是在加深对那些词汇啊、句型的记忆。影子跟读法听起来是个挺主动的练习方式。那这个乒乓思维还有别的意思吗？有，第2个层面是强调用连结的方式来记忆。连结？对，要避免那种孤立的背单词，比如说就记苹果等于 apple， 香蕉等于 banana。传统的背单词法。对，材料推荐用情境式或者关联式的记忆方法，就是把新学的词放到一个句子里面，或者一个相关的场景里去记。比如说，你学了苹果、香蕉、葡萄这几个词，你可以组成一个句子：我喜欢吃水果，特别是苹果、香蕉和葡萄。或者联系到一个场景，我在超市里买了很多水果，有苹果，还有香蕉。这样记，不光知道这个词是啥意思，还知道它怎么用，跟哪些词能搭在一起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样记才更牢固，而且更实用，你用的时候才能想起来。然后第3个层面就是非常重视复习来巩固。复习？对，咱们大脑忘事是正常的，对吧？关键是要有策略的去复习。材料就推荐你可以利用一些碎片时间，用像 Anki 啊或者 Quizlet 这种间隔重复的软件 SRS。我知道这种软件，好像是根据遗忘曲线来安排复习的。没错，它会科学的提醒你什么时候该复习哪些内容了，效率很高。这样日积累累才能把学到的东西真正记牢。明白了，我来总结一下这个乒乓思维哈。首先是输入输出要平衡，可以用影子跟读这种方法多做输出练习。然后是记东西要用连接的方式，放到情景里去记，别孤立的背。最后就是要靠科学的方法，比如间隔重复来做好复习巩固。
对，总结得很好，就是这3个核心点。这3个策略听起来都非常强调要把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，融入到生活里去。那么听了这么多，了解了这些策略，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是不是发现，好像有些方法现在马上就可以试试看，可以加到你的日常安排里去？关键还是得动起来，对吧？对，行动最重要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根据这份来自乒乓 Chinese 的材料，深入探讨了一下怎么高效学中文。我们先是分析了可能导致学习效果不好的3个常见原因：目标模糊、方法不对，还有就是缺乏耐心。然后呢，重点分享了3个核心的应对策略。第一，明确你的目标，制定可以分解的行动计划。第二，用沉浸式的方法，通过多听、多说、多看，把中文融入你的生活。第三，运用乒乓思维，注意输入和输出的平衡，用连接的方式记忆，并且做好科学复习。对，这些策略都很实用。同时呢，我还想补充一点，就是心态也很重要。建议你把关注点稍微调整一下，不要老是想着，哎呀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说得流利啊？而是多关注我今天学到了什么新东西。哪怕只是一个词或者一个有用的句子，这都是进步。关注过程。对，享受这个过程，享受学习一门新语言，去探索一个新文化，打开一个新视角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乐趣。希望咱们这次的探讨能帮你稍微减轻一点学习中文的焦虑感，让你更从容一些。最后呢，也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可以自己想一想。听完了咱们聊的这些策略，结合你自己的兴趣和生活习惯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能做出的第一个小小的改变会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可以试着把手机的系统语言换成中文，或者每天要求自己用中文自言自语5分钟，再或者去找一个你可能感兴趣的中文播客，先从听几分钟开始。对，不需要一下子做很多。没错，不用追求一步到位，就找到那个对你来说最容易启动的一小步，然后就从那儿开始吧。